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苹果搭配莲子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这也是隔壁90岁的奶奶教我的方法。跟她讲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处于想睡，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的状态，被她嘲笑了一番，说年纪轻轻身体还不如我这个老太太。之后便教了我这个妙招，苹果配莲子，试了几天呢，果真有用，她也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。如果您也有同样的困扰，那么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我们准备适量的莲子，莲子味甘性平，有滋补元气、补中养神的功效，是很好的滋补品。不过大家在购买莲子的时候，尽量不要购买莲子中央有绿色的心的，因为莲子心呢含有莲心碱、异莲心碱等多种生物碱，味道极苦，煮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不能接受。现在我们先来把莲子清洗干净。莲子虽然看似干净，但内里实则非常容易藏污纳垢，只用清水漂洗呢很难被清洗干净。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够吸附莲子内外的一些杂质和细菌，让我们吃起来更放心。现在我们再换水多清洗2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呢就可以了。控水捞出，我们直接放入锅中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水一定要一次加够，中途不建议大家再加水，那样容易破坏这道羹汤的营养。由于莲子不易煮熟，所以我们要先煮莲子。炖煮的锅呢，可以是这种炖锅，也可以是砂锅，但最好不要使用铁锅来炖，不然汤水的颜色呢会发乌变黑。现在盖上盖子，将莲子提前煮30分钟。期间我们可以准备其他的配料，碗中加入1把红枣、1把枸杞，用清水将其打湿，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面粉，1勺食用盐，再下手把红枣和枸杞抓洗干净。红枣和枸杞呢都是经过后期烘干的食材，表面有着许多的沟壑，而且表面微甜，容易吸附灰尘不说，还容易招虫卵等各种脏污，所以买回来以后呢，千万不要直接吃。大家可以像我这样，用面粉和食盐来将其抓揉搓洗干净。面粉可以吸附其表面的脏东西，而食盐有着杀菌消毒的作用。这样清洗过后，我们吃着就更放心了。然后我们再换水多清洗几次，漂洗至水清澈见底，这样就清洗好了。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。然后我们用剪子把红枣剪成小瓣，再去掉红枣核。红枣核炖汤，汤品喝多了容易上火，所以还是去掉的好。红枣其实营养元素呢很丰富，含有多种糖类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是一种健康的零食。女性多吃红枣，气色会越来越好。红枣在中医里被用作入药的成分，可以补气血，和其他的食物搭配呢，还能改善睡眠质量，尤其是老人和女性，多被睡眠问题困扰，经常这样食补，气色好了，睡眠质量自然就提高了。现在先将其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清洗苹果，用清水把果皮打湿，跟着放上1勺食盐。我们借助食盐的颗粒性，把苹果皮搓洗干净，洗去表面的果蜡以及农残等。很多人将苹果买回家之后呢，把外皮削去才吃苹果，其实这种做法呢是不建议的，因为苹果表皮里面所含的果胶和其他营养成分比果肉里面还要丰富，所以不建议大家去皮食用。吃之前只需要用食盐不断的搓洗，这样清洗完的苹果非常干净。搓洗完成之后，
我们再将它用清水冲洗一遍就可以了。在平时生吃苹果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清洗。现在来到菜板上，我们把苹果对半切开，切成4等份，然后我们将苹果果核给去掉。因为苹果核不仅特别的硬，特别的干，而且呢也不好吃，并且也不能吃，因为果核之中呢含有氰化物，有微毒。跟着我们再将苹果切成小块，尽量切得小一些，这样在煮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汤水呢就更容易出味。苹果的口感脆甜，营养价值极为丰富，而且呢它的营养物质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，所以又有活水之称。经常吃苹果益气养血，促进睡眠，促进消化等作用。切好的苹果我们将其装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我们来看看莲子炖的怎么样了。汤水颜色变得淡黄，说明营养物质呢都被炖煮出来，溶于水中了，差不多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莲子难煮透，可以提前1个晚上清洗后浸泡着备用，这样呢就更容易煮熟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苹果块加进来了，还有红枣，搅拌搅拌。我们再次盖上盖子，继续炖上10分钟左右，把苹果和红枣的营养充分的炖煮出来。10分钟后炖煮的差不多了，这个时候呢打开盖子，一股清香的果香味扑鼻而来，太好闻了。再用勺子搅动一下，可以看到这些食材的味道都被炖煮到汤里了，苹果也被炖得软软的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最后我们下入枸杞，再炖2分钟呢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一道好喝的苹果莲子汤呢就做好了。红枣、苹果本身自带有香甜味，不用额外的加糖，喝起来呢清香微甜。每天早上吃上1碗，具有消食健脾、润肺安神的效果哦。我们可以经常煮来喝，睡眠质量也会变好的。有些朋友怕用煮汁的方法破坏了苹果和红枣的维生素，殊不知把苹果和红枣、莲子一起煮，有很多营养成分不降反升。很多朋友不懂有什么用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此外，苹果莲子汤呢更容易吸收，对牙口不好的老人尤其好，且莲子清香可口，营养师大巧推荐，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成分呢有镇静作用，食用后可促进胰腺分泌胰岛素，进而可增加5羟色胺的供给量，故能使人入眠。经常食用莲子可以起到补益身心、养血安神的功效哦。如果您也有同样的困扰，那么赶紧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